子他没有杀人，他是被冤枉的。你看看。师傅。最新新闻为您报道：著名刑法李律师因车祸不幸去世。这是法律知识。本法庭宣布713夜来香歌城暴力致死案第3次庭审正式开始，请申诉人进场。本台报道，713夜来香歌城暴力致死案将于今日开庭。据悉，本次是其母亲对于2审判决不服而提起的申诉。为保证司法公开透明，本次庭审将采用现场直播的方式向广大群众公开。申诉人周晓，本法庭再次向你确认，你确定不请代理律师吗？我确定。申诉人周晓，根据我们对你的了解，你并不懂法律，这可是你儿子最后的机会，你真要自己进行法律辩诉吗？谢谢审判长，我求遍了所有律所，对方势大力强，没有任何人愿意帮我们辩护，所以今日我不需要任何人。这次申诉，我亲自为我儿子辩护。亲自辩护？听说他以前只是个摆摊的，小学都没毕业，他拿什么辩护？他都不懂法律怎么辩护？这不是浪费我们大家时间吗？肃静。小涛，妈妈一定还你一个清白。你不要过来！你要干嘛？王小雪，你要干嘛？你别给脸不要脸啊！你今天要是不从了老子，别想出这个门！重赏轻自重，我只陪酒的，我不卖身。自重？都干这个？干什么筋道？赶紧给老子脱了！你要干什么？路亚，放开我！你放开我！你不要过来！你再过来，我就死给你看！威胁我？威胁？还敢威胁我？行啊，你死一个给我看看！老子有的是钱，你死了我也赔得起。还在看什么？赶紧给我摁住！你别过来！不要过来！老子今天就是要在这把你办了！你们是干什么？你哪位啊？老子干什么关你屁事？滚一边去！郑长老，帮帮我！各位大哥，行行好，这是我同学，让我带他走吧。你一个送外卖的，还想英雄救美？你脑子进水了吧你？想走？你放开我！快出去！试试，好啊！你这个送外卖的，居然敢杀人！我，快打电话，快报警！我没有杀人，我没杀人，我是被冤枉的。我没杀人，我没杀人啊！我没有杀人。
其上夜来香歌城暴力自杀，2审判决如下：全体起立。犯罪嫌疑人郑小桃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公民权利终身，缓期2年执行。妈，我没杀人，妈，你听我说，妈，我没有杀人。小桃，妈，救我！小桃，我的小桃，张律师，赶紧滚！张律师，我儿子没有杀人，他没有杀人，我求求你救救他！滚！张律师。你怎么回事啊？不要命了！李律师，我求求你救救我儿子，他没有杀人。救个屁呀！你儿子死定了！别挣扎了！哼，滚！张律师，天啊，你睁眼看看，我儿子他没有杀人，他是被冤枉的，你看看。是吧？最新新闻为您报道：著名刑法李律师因车祸不幸去世。这是法律知识。老天开眼，给我一次亲自救我儿子的机会。法官，我要继续上诉。第48条，死刑的判决与核准也对上了。看来我这些记忆都是对的。我获得最前沿顶级的法律知识，我可以用法律伸张正义，拯救我儿子。看，他就是周晓，杀你女儿凶手的母亲，就是他。不但不知悔罪，还恬不知耻的提起了上诉。你为什么要生一个刽子手？你不得好死，留怪我女儿的命了！小雪妈妈，冷静一点，我儿子他不是杀人凶手。你还在狡辩？法庭都2次宣判了，证据确凿，你还想狡辩？我打死你！小雪妈妈，你干什么？私闯民宅，动手打人，你想坐牢吗？司总，周晓，你还真是一点廉耻之心都没有。儿子杀了人，你这个当妈的却没有一点歉意，竟然还敢骂受害人的家人，你的良心被狗吃了吗？我儿子没有杀人，他是被冤枉的，你不要在这煽风点火。冤枉！2次审判，证据确凿，你这儿子是冤枉的。就是，法律审判是讲证据的，你一句冤枉就想推翻所有的证据吗？你简直就是痴心妄想！我相信我儿子，我上诉是为了继续找到证据，证明我儿子不是杀人凶手。你相信你儿子，我女儿呢？她是自己要死吗？都是当妈的，你怎么这么狠毒？打得好，素英，我告诉你，像这种不要脸、没有良心的人，就该打。我今天非要你这个泼妇承认你儿子就是凶手，我要让你的儿子一命抵一命。小雪妈妈，你冷静一点。
知道你失去你女儿的痛苦，但我儿子他不是杀人凶手。我希望你冷静一点，不能让别有用心之人利用了你。我呸！让你儿子认罪，是给你机会，你别给脸不要脸。算我求求你好吗？求求你做个人撤诉吧，让我的女儿入土为安。她真的死也不瞑目呀！我理解，我知道，我都知道，小雪妈妈，我继续上诉，就是为了找到真正杀害小雪的凶手，不然只能让亲者痛，仇者快啊！你儿子就是真凶，证据全凿，你还想说什么？你还想污蔑谁？小雪妈妈，请你相信我，请你给我点时间，我一定会还我儿子清白，还小雪一个公道。我相信你个屁！你儿子是杀人凶手，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我奉劝你赶紧撤诉。我儿子不是杀人凶手，我为什么要撤诉？好个冥顽不化的东西！你算什么东西？一个摆地摊的下等货，更跟我叫板！你是什么人？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阻拦我？我自然是看不得你这种包庇杀人凶手的正义人士，所以你先休息一会儿，看我怎么对付这个没有良心的女人。你这么在意我撤诉，难不成这件事情跟你有关？你也有儿子吧？或者说这件事情跟你儿子有关？你放屁！这事跟我儿子有什么关系？你别在这泼脏水。是吧？但你慌了，你心急了，看来我说中了。我急了，行，我就让你看看我急了是什么样子。你喜欢上诉是吧？你要看书是吧？来人啊，把他这些书给我上！你别动，别动，别动，上！你敢上诉试试？怎么觉得自己有本事阻拦吗？别管他，给我上！我今天倒要看看他拿什么阻拦。他要是敢动手，给你揍你！给我上！你放开！别上！不要！刑法第275条，手下差人财物，情节严重，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你们上了试试！你背什么法律？你恨什么恨？是想逼我叫人揍你吗？揍我！刑法第234条，故意伤害罪，致人轻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重伤，处3年到10年有期徒刑；致人死亡、偿命。你揍我试试！哼，哟，背了几条法文，就以为自己是大律师了，吓唬谁呢？我是不是吓唬？你可以试试，我头就在这儿，你可以试试。哼，逼我？以为我不敢是吗？今天就不信这个邪！来人啊！是，把他的头给我打破，我看他拽！等等，王律师，干什么？孙总，他说的没错，况且葛城案子还没解决，咱先别节外生枝。我们全力起诉他儿子，让他亲眼看到自己儿子被送上刑场，比现在打他几巴掌可刺激多了。王律师说的没错，今天我就暂时放他一马。我们全力起诉他儿子，必须让他白发人送黑发人。一定要让杀人凶手绳之以法！别废话，法庭见吧。我相信正义会迟到，但永不会缺席。行啊，那就等着瞧吧。女士，后天就要开庭了，我最后再劝你一次，现在撤诉还来得及。我说过，我不会撤诉，我要还我儿子一个清白。我得告诉你，经过我手的案子可从来都没输过。你要是还是执迷不悟，我不介意连你一起送进去。我也奉劝，不要低估一个为了救儿子的母亲。举头三尺有神明，邪不压正。你们不要妄想用你们的势力制造冤案。该说的我都说了，你这是自寻死路啊！有你吧。一个大字不识的村姑，跟他废话什么？直接法庭上见。我们走。
气死我了！他一个摆地摊的下等货色，凭什么敢和我对抗？孙总，您放心，他嚣张不了多久了。就算他学了点法律知识又怎么样？我可是在律师界打了整整10年官司，人脉深厚啊，动动手指就可以捏死他。行，得罪我，必须让他付出惨重的代价。立刻给我把你认识的最强律师天团调过来。这一场官司我们只能赢，不能输。而且我不仅要让他儿子死，我还要把他给整死。来了来了，请问你就是杀人凶手周小涛的母亲吗？请注意你的言辞，在法院没有最终审判之前，我儿子就不是杀人犯。郑小涛的案件几乎已经成为了铁案，而你却一而再的上诉，你觉得你能成功吗？听说郑小涛患有严重的双向情感障碍，请问他小时候经历了什么？他的病情是否和你们离婚有关呢？我不知道最终能不能成功，哪怕有一丝希望，我也不会放弃，因为我儿子不是杀人犯。我相信法律会还他清白，我相信法不会向不法让步。我们再展开说说呗。周女士，周女士，周女士，周女士。妈，你一定要救我！我是真的没杀人，人不是我杀的。妈，你一定要救我！放心吧，儿子，妈今日若不能替你洗清冤屈，便和你一起去刑场。书记，申诉人周晓，这一次可是高院终审判决，你确定真的要亲自替你儿子辩护吗？是的，法亲自辩护。审判长好，周小涛犯罪证据确凿，量刑核实。周晓作为杀人凶手的母亲，不服从法院判决，一再提起上诉，这是对法律的蔑视，更是对受害者家属的伤害啊！胡说八道！上诉是法律赋予每个公民的权利，我做的事情合法合规，你有什么资格指责我，甚至剥夺我的权益？你身为律师，难道不懂法吗？好了，不要争论了。被告有申诉的权利，合法合规。现在我宣布，夜来香歌城暴力致死案第3次高院终审正式开始。申诉人，你第3次申诉是对前2次的判决有何异议吗？是。那你是觉得判轻了还是判重了？我儿无罪，今日我要做的是无罪辩护。我儿无罪，今日我要做的是无罪辩护。杀人凶手，你儿子就是杀人凶手！还我女儿的命来！你还我女儿的命来！书记，请申诉人说出你的理由。我的原因很简单，我儿子没有杀人的动机和理由。关于杀人动机这一点，前2次庭审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你儿子患有严重的双向情感障碍，当时他就是在发病的状态下杀的人。这个动机不成立，我儿子他没有生病。周晓女士，我想我有必要提醒你一句，法庭前2次庭审就是考虑到你儿子处于发病的状态下做的案，所以才没有判他死刑立刻执行，而是死缓。你现在否定他的病情，难道你是想说他是在清醒的状态下杀的人吗？我最后说一次，我儿子没有生病，没有杀人，他是清白的。是吗？我们可都是有证据的。这是你长期被家暴的报警记录，以及你邻居的证词。这些都可以证明他从小在非常恶劣的家庭环境下长大的。这只是我，跟他无关。正是因为他长期在如此不良的家庭环境下成长，才导致他很早就患上双向情感障碍。因为这事儿，你还带他去看过医生。诸位请看，这是他的前夫郑富高所述的。
我相信这些文字足以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一个长期处于家暴状态下的孩子心理的变化。这有证据。啊，钱呢？你怎么又没钱了啊？我去你大爷的！啊，钱呢？钱呢？钱呢？没钱是不是啊？钱去哪儿了？钱都被你拿去赌博了，家里真的没有钱了。说钱都放哪儿了？不然我整死你！钱都被你拿去赌博了，家里真的没有钱了。你放屁！你前几天刚卖那几只鸡呢？啊，你刚卖那几只鸡的钱呢？给我拿出来，不然我整死你！孩子生病，看病了，所以你把我杀了，我也没有钱。我怎么娶了你这么个不中用的东西啊？我告诉你啊，3天之内，不论你用什么方式，你给我凑齐2000块钱，不然我就把你和那个小一块丢下楼去，听到了吗？听见了吗？小涛，你怎么出来了？妈妈不是让你在里面休息吗？刚才妈妈跟爸爸闹着玩呢，快进去学习啊！妈妈，小涛别怕，妈妈没事，没事啊，小涛别怕。我要快快长大，我要保护妈妈。在光辉中看见没想到周小涛小的时候经历这么惨。是啊，眼睁睁看着自己妈妈被打，这么小的孩子怎么受得了啊？我想诸位都看到了吧？你们说这样的家庭环境能培养出什么样的孩子啊？长期处于这种不健康的家庭环境，很容易导致孩子心理不正常，杀人很有可能啊。对，原生家庭对孩子的心理影响太重要了。是啊。周晓，请问这里面的陈述是否属实？我承认，这些都是真的。书记，那也就是说，因为这样的家庭环境培养出的孩子患病，你也承认了？审判长，我对原告律师的言论表示抗议。小涛是有不好的成长经历，但不代表他一定患有精神疾病。抗议有效，这份证词不能作为直接证据，法庭不予采纳。这娘们竟然还有点本事，不过既然你想死，我就成全你。是吗？我这还有样东西给你看，这是你儿子主治医师开具的双向情感鉴定，这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你儿子患有严重的精神疾病，这你怎么解释？真的会有精神疾病啊！这真的。申诉人周晓对此你怎么解释？巧了，我这也有份鉴定证书，请审判长过目。2份鉴定书居然都是同一位主治医生开具的，但鉴定结果却完全不一样。原告，你们可否做出解释？原因很简单，因为他的那份鉴定书是假的。你撒谎，一定是你买通了主治医生，伪造证据，你的才是假的，是吗？那我有一件事情要告诉你，那名主治医生已经去相关部门自首，相信调查结果很快就会出来了。到底谁在犯法，我们拭目以待。不可能，他怎么会去自首？你为何如此确定他不会去自首？莫不成是你买通了他，让他给你开具一份假的鉴定证书？我看伪造证据的人是你们！你放屁！你瞎说什么呢？违法犯罪的事情，我们可不会做。原告，你们还有什么要说的吗？周小女士，我希望你注意你的言辞，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恶意推测，我可以告你诽谤。我也奉劝你一句，
伪造陈藤正供可是重罪，你身为律师，可不要知法犯法。这个我自然清楚，无需周女士提醒。就算这份鉴定书结果有误，那也只能说明郑小涛也许真的没有病。不是或许，是一定，我儿子他没病。好，那我现在暂且不讨论郑小涛是否患有精神疾病的问题。假设他的确没病，那你又如何证明他没有杀人的动机呢？因为我儿子小涛他是好孩子，一个好孩子怎么会做出魔鬼做的事情？这只是你作为一个母亲的主观看法而已。而据我所知，郑小涛在外面是个品行极差且劣迹斑斑的不良学生。你胡说，有什么证据？别激动，我是一名专业的律师，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有充分的证据。诸位请看，这就是我的证据。诸位请看，这就是我的证据。审判长，我这几天走访了76位和郑小涛平时有过密切接触的当事人，他们都承认郑小涛是个有暴力倾向且嚣张跋扈、劣迹斑斑的坏学生，这是他们的证词。你撒谎，这些证词都是伪造的。是吗？如果你觉得我们的证词是伪造的，我现在就可以让他们出庭当面作证。法官，我有证据提交。请申诉人注意法庭秩序，不要牵扯一些和本案无关的东西。这里面的东西也许与本案无关，但每一件东西都足以证明我儿子是个好人。这是小涛10岁那年获得乐于助人荣誉证书，这是小涛上高中时获得10金独美荣誉证书，这是小涛上大学时就校落学小孩子获得10佳大学生。这一本是案发前几日小涛获得是优秀青年。这一本，周晓，你拿这些是什么意思？这些东西又能证明什么呢？如果你想要，我可以给你一大卡车呀。这些足够证明我儿子很优秀。哼，就算这些东西能证明你儿子很优秀又怎样？难道说优秀的人就不会杀人吗？还是说优秀的人杀人就不犯法了？书记，审判长，我现在合理的质疑申诉人的精神不太正常，我申请对他做个精神鉴定，别闹了半天，最后是个神经病。他儿子是个杀人犯，这个当妈的也不太正常。申诉人周晓，请不要牵涉一些和本案无关的东西。审判长，我并没有不尊重法庭的意思，我只是证明我儿子很优秀。这里的每一本荣誉证书都是对我儿子品格的认可。请问，这样的孩子会做出杀人这种事情吗？请你回答我。就算你儿子拿了些奖状，也不能证明他的人品啊！人是会伪装的，群众的眼睛才是雪亮的，他们看到的才是真相啊！申诉人周晓，对此你有什么要说的吗？有，我认可原告律师说的话，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人心才能代表真相。既然如此，那你也认可你的儿子郑小涛不是什么好人了，那这些荣誉证书也没什么用了。好，既然荣誉代表不了什么，那这个这是什么东西啊？这是万人血书。在小涛判死刑之后，那些认识小涛、了解小涛的人根本不相信小涛会做这样的事情，所以他们咬破自己的手指，在上面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表示对判决的不满，对小涛的信任。某些人可以用金钱或别的手段蒙蔽住一些人的眼睛，但他却忘了公道自在人心。金钱买得了一切，但买不到公道。快反击啊！我抗议！虽然这些签名可以说明一些东西，但并不一定代表真相啊。正如我刚才所说，人是可以伪装的，而且我这里还有一份证词。我相信这份证词才能真正的评判郑小涛是个怎样的人。俗话说知子莫如父啊，这是郑小涛亲生父亲郑志高亲口所述，他亲自证明
郑小涛从小就是个劣迹斑斑且凶狠歹毒、具有严重暴力倾向的不良少年。亲生父亲都来作证了，说明这人有很大的问题。如果这些不是真的，作为亲生父亲，怎么可能诬陷自己的儿子啊？对呀，看来这个女的真不简单，我们差点就被她糊弄过去了。就是呀。书记，请遵守法定秩序。申诉人周晓，你认可这份证词吗？我认可，这份证词的笔记确实是我前夫，但我不认可里面的内容。哼，笑话！你都说这里面的字儿都是你前夫写的，然后你又不承认里面的内容，这不是自相矛盾吗？审判长，我认为申诉人在故意逃避事实，我申请让他正面。审判长，我没有回避事实，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前夫的证词并非他的意愿所诉，而是被人威逼利诱，才写下这与事实不符的东西。周晓女士，请注意你的措辞，你说的都有证据吗？如果没有的话，你就是在诽谤。要证据是吧？我有。我这也有一份我前夫的证词，请看。周晓，周晓。周晓，你最近名气挺大呀。你来干什么？那你说我来干什么呢？我自己亲生儿子出这么大事儿，我当爹的不该来啊。你把这签了。撤诉申请书，什么意思？小涛杀人了，就应该为他所做的事承担后果。你作为一个母亲，你在这胡搅蛮缠像什么样的？我要你立刻马上把这个字给签了。郑志刚，你还是个人吗？你是小涛的亲生父亲，他是什么样的人你不知道吗？那又怎么样啊？天子犯法也与庶民同罪，我总不能因为他是我儿子我就偏袒他吧？你真不是人，你真的认为你儿子杀人了？我不相信又怎么样？法院已经判决了，而且证据确凿，你真以为你能翻案？你是不是收别人钱了？我说小啊，我就跟你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吧。咱们家呀就这么个条件，小涛这案子几乎已经是个铁案了，根本不可能翻案。但咱俩还得继续活吧，总不能为了这么一件不可能的事把咱俩也搭进去吧？你就是个畜生！你为了钱，你自己亲儿子都不要。你话别说的这么难听行不行？我也是没办法呀。他们说只要我们撤诉，就出于人道主义给我们50万。这可是50万，你知道50万代表着什么吗？50万足够给我们俩养老了。你给我闭嘴！郑志刚，小涛是你的儿子，你不管可以，我得管。你说是50万，就算给我500万，我也不会撤诉。周晓，我他妈给你脸了是吧？啊！合着我刚才跟你说这一大堆，你当放屁是不是？行，我也不跟你废话了。今天这个字儿，你签也得签，不签也得签。你给我滚！我发现这几年你翅膀是长硬了啊！我亏给你脸了是吧？啊！周晓，我最后问你一次，这字儿你签还是不签？是，你就杀了我！行啊，小贱人，你还嘴硬是不是啊？那我今天就再教教你怎么做人啊！你不是想要儿子吗？啊！想要儿子，我今天送你一个。干什么？别过来！我已经报警了，你不想做了的赶紧滚！报什么警啊？这么多年我郑志刚什么人你还不清楚？我是厦大的。别过来！别碰我！别碰我！别碰我！求求别碰我！别碰我！
遇上这样的老公确实挺惨的。可你这么说，有什么证据吗？全凭你一张嘴，谁信啊？证据，我当然有。这是我家监控视频的资料，你不信，可以打开来看看。那又怎么样？你前夫找你麻烦，关我什么事儿？你有证据说是我指使的吗？你那么激动干什么？我又没说是你指使的他，我可不可以理解为在不打自招？他说的没错，你前夫找你麻烦和是不是受人指使有什么关系？有没有关系？让我前夫亲自来说吧。传证人曾志高到庭。周晓，对不起啊，我不该为了钱做出这么缺德的事儿。你确实错了，不过现在你还有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陈志高，你说话最好给我注意点，我警告你，别乱说话。我没乱说话。法官，前一阵有人给了我一笔钱，他让我逼周晓撤诉，然后呢，又让我写下小涛患有精神疾病的伪证。我当时也是被猪油蒙了心，才会干出这种挨千刀的勾当。但是现在，我想明白了，小涛他是我儿子，我就算是死，也不能干出这种猪狗不如的事儿啊！周晓，我真的知道错了啊，儿子。你们给我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行不行啊？我一定会对你们好的啊！法官，给我次机会行不行？法官，原告方，请你们对此作出解释。审判长，这只是他的一面之词，也许当初确实有人指使他做那些事，但是我相信这件事与我的当事人无关。既然与你们无关，那这份证词怎么会出现在你们手里？那是因为不知道怎么说了吧？好，我来替你们说。一开始，你们就知道我的儿子是被冤枉的，你们也清楚的知道真正的杀人凶手到底是谁。你们为了保护真正的杀人凶手，把所有的罪责扣在我儿子头上。你们机关算尽，收买主治医生，收买我前夫，甚至收买水军都会进行网暴。这些事情目的只有一个，为了阻止我继续上诉，让真正的凶手逍遥法外。你别血口喷人，你说什么我听不懂。而且你遭到网暴跟我有什么关系？你有证据吗？我被网暴的事情还需要证据？相信在座的各位这几天也刷到过不少关于这件事情的消息。如果这件事与本案有关的话，请申诉人将过程进行详细陈述。是，那天我在家看书，突然接到一个奇怪的电话。喂，你儿子都快枪毙了，你还在外面和野男人厮混，我们女人的脸都被你丢光了，你这种人怎么不去死啊？请问你是谁？别管我是谁，像你这样的女人就该去死，还有你那个杀人犯儿子就该千刀万剐，你就是个你的儿子是种，我诅咒你全家不得好死。喂，申诉人周晓，你是说有人为了阻止你申诉而故意制造的这些吗？对。书记，他们企图通过这种方式打压我，让我崩溃，但他们打错算盘，哪怕有一丝希望，我也永远不会放弃。你倒是挺会编故事的呀！你遭到网暴，那是你罪有应得。你怎么不跟大家说清楚，你是为什么遭到网暴的？想必大家也看过那几张照片，说我儿子被判了死刑，我还和别人在外面乱搞，难道不是吗？诸位试想一下，
作为一个母亲，自己的儿子被判了死刑，她却还有心思在外边跟野男人搞破鞋，我可不可以理解为她做的这一切全都是装出来的？她根本就不关心她儿子，她只想借这件事情来博取眼球，想等着攒够人气之后来开直播带货吧。这种人太可恶了，原来这一切都是装出来的，把我们当傻子呢。就是装出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害我们大家差点信以为真。怪不得他儿子会杀人，这样的人能养出什么好鸟来？我从来没有伪装过什么，我和他是清白的。他知道我的事情之后，帮过我不少忙。清白的，呵呵，全凭你一句话。行啊，要不你给大伙说说那个人到底是谁？他到底是谁与本案无关，我没有任何义务提供他的身份信息。哟，都这个时候了，你还在维护那个波呢？看来你跟那个波的感情挺深啊。如果他是清白的，为什么不敢说出那波的名字啊？自己儿子都被判死刑了，还在这里拼命维护己夫，这样的人嘴里说出的话，鬼才相信。我就是你们嘴里那个张教授。审判长好，大家好，我是张木山。本来我只是关注这个案子的，但是既然诸位都提到了我想我还是应该站出来说几句。况且我也是有家室的人，我不想因为这些谣言让我晚节不保。张木山，他居然也来了。荆州大学法学系教授张木山，他可是我国最有名的刑事大律师啊。首先我想澄清，我和周晓女士是清白的，我和周晓女士相识完全是通过这件案子，因为我也认为郑小涛是被冤枉的，所以我一直关注此案。得知他上诉后，我便找到了他，想利用我的法律知识帮助他。而那张照片也就在那个时候被一些有心人所偷拍。原来张教授也认为郑小涛是清白的。张教授参与进来的话，那郑小涛这个事情可能还真有翻转。我想请大家观察一个细节，就是那些照片的拍摄手法非常的专业，清晰度非常之高，绝非随手一拍。那也只能说明拍摄者的摄影手法证明不了什么呀。那么问题来了，拍摄这些照片的人是谁？他为什么要这么做？还有，为什么这件事儿在一夜之间能够迅速霸占各大网站的头版头条，并且热度像井喷般一样扩散？那也只能说明他儿子的杀人案在社会上造成非常不良的负面影响，大家都十分痛恨这样的人啊。错，因为这件事儿从头到尾都是有人设计好的，所做的一切就是要击溃周晓，让他成为过街老鼠，让他崩溃，从而阻止他申诉，隐瞒真相。审判长，我抗议。请你回答我的问题，是还是不是？我抗议。审判长，我认为这个话题已经偏离本案，不应该在法庭上继续争执。我申请让话题重回案情本身。申请有效，请双方继续围绕本案进行发言。申诉人周晓女士今天说了这么多，其实就是不认可法院的判决，而她的理由其实主要就有2点：第一，她儿子没病；第二，她儿子是个品格优良的人，不具备杀人动机，是吗？是。好，那我现在姑且暂时相信你说的这些都是真的，但是法律始终是以证据来说话的。根据有关部门的严密调查，所有证据都指向他的儿子是杀人真凶，而且法院也是根据这些证据来出具的判决。现在你想凭借这些不痛不痒的说辞来洗清郑小涛身上的杀人罪责吗？我懂法律，也遵守法，我当然知道凭我说的那些话不足以改变最终的审判结果。但我要提醒原告律师一方，法院审理还没有结束。难道你还有新的证据？没有。书记，什么？我说周晓啊，我看有精神病的不是你儿子，应当是你吧？咋咋呼呼的折腾了这么半天，最后一句话就来句没有。怎么着？你是在发神经，还是拿大家开涮呢？就是啊。书记，申诉人周晓，请你尊重法庭。审判长，我申请本次案件关键证人、直接目击者李毅等人出庭。我说周晓，你什么意思？你凭什么让我儿子出庭？你以为你是谁呀？审判长，我抗议！书记，如果再敢扰乱法庭秩序，就请他立刻出去。申诉人的要求合乎法律规定，申请通过，请本案关键证人李毅出庭。
申诉人周晓，你可以提问了。我有必要提醒申诉人，请不要问任何与本案无关的问题，不能有任何诱导性的提问。如果出现这类问题，证人有权拒绝回答。我懂法，不用你来教。你就是你爷？对，咋了？你亲眼看见郑小涛杀人了？废话，要不然我能站在这吗？有什么问题赶紧问，老子时间宝贵，没工夫跟你在这耗。别着急，你以后时间多的是。我想请你把当时案件事发过程详细描述一遍。我已经说过很多遍了，我们当时就在跟王小雪在 KTV 玩，然后郑小涛就冲了进来。停，我有个问题要问。你说当时你和王小雪在玩耍，那我想请问，王小雪是自愿的吗？废话，当然是自愿的。要不是自愿的话，那我岂不是成霸凌了？少给我挖坑，我不吃这一套。审判长，我抗议！我申请申诉人停止询问与本案无关的问题。审判长，这个问题不仅跟本案有关，我还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他在撒谎。抗议！你凭什么说我的当事人在撒谎？请你拿出证据，否则我告你诽谤。申诉人周晓，你说的这句话有什么凭证吗？有，请出示你的证据。证据没在我身上。没有证据该说的呀。周小女士，我想我有必要再提醒你一句，这里是法庭，不是菜市场。你说你有证据，却没有带在身上，难道你不觉得这话很矛盾吗？就是，我还说我还有原子弹呢，只是没带在身上嘛。书记，证据虽然没在我身上，但它就在法庭之内。你有皮就放，这么多人，没工夫陪你打哑谜。苏英姐，麻烦你了。你什么意思？张素叶，你是原告，你拿的是什么东西？苏英姐，先去休息一下。审判长，我抗议！书记，抗议无效。申诉人周晓，这就是你说的证据吗？这是受害人王小雪的笔记本，所有的真相都记录在里面。张素叶，你是不是疯了？你是原告，你的女儿是被他儿子害死的。对，你说的没错，我是疯了。自从我的女儿遇害以后，我就彻底的疯了。我疯到失去理智，我疯到是非不分，我疯到差点冤枉好人，我疯到差点中了你这个算计！你放屁！你胡说八道什么呀？审判长，这个人他已经疯了，我申请把他赶出去。给我们坐下，再敢扰乱法庭，就给我出去！申诉人周晓，请你描述一下日记本里面与本案有关的东西。这本日记本里清楚地记录了一个花季少女的点点滴滴。当我读到第一行的时候，我作为一个母亲，我心如刀扎。这不仅是一本日记本，更是个少女的眼泪和鲜血。我抗议，这些东西与本案无关。但这个东西与杀人凶手有关，里面的每一个字、每一页，都记录了你欺负她的过程。那又怎么样？总不能因为这个就说我杀了王小雪吧？给我闭嘴！我从来没说过你是杀人凶手，看来某些人是不打自招。抗议！审判长，我严重抗议申诉人对证人进行这样的诱导性的提问。申诉人的提问与本案有关，抗议无效。申诉人，请继续。这本日记本的确不能说明杀人凶手是谁，但它却记录了你的恶行。他只是你岳父，你每次去都要让他喝酒，并且把他灌得烂醉。请问你觉得他会和长期欺负他的人在 KTV 玩吗？你的证词是在撒谎。你如何确定这个日记本的真实性？这很简单，里面的内容是手写，我想应该留下了很多指纹，而且可以做笔迹鉴定。好，
我是说你是如何得到这个日记本的？这个问题与本案无关。你罢了，告诉他们也无妨。我正好也有几句话想当着法庭，当着大家的面说出来。请讲。首先，我想对小涛以及小涛的母亲，还有所有关心这起案件的朋友说声对不起。其实我早就在几天前整理小雪遗物的时候，无意中发现了这本日记。当我看到里面的东西，我才知道郑小涛不是杀害我女儿的凶手，真正杀害我女儿的人是他，是他杀的！你放屁！凭什么说我儿子是杀人凶手？审判长，这个人已经疯了！审判长，这个人已经疯了！给我把他撵出去啊！你闭嘴！法警，把他控制起来。要是再不遵守法庭秩序，就立刻按照扰乱法庭罪处理。不是，妈，庭审继续。原告张淑英，你早就知道这些，为什么不早说？是因为我想替我的女儿平冤昭雪，我想让这起案件真相大白，我想看看这帮人到底还能发出什么样的花招，我想听听看他们到底还能做出什么样的对话。原告，你是否可以克制一下自己的情绪？审判长，请继续听审吧。请申诉人继续发问。从这本日记的内容足以证明他们并非朋友关系，所以你说的你和他一起玩耍根本不成立。我想请问你为什么要撒谎？你在隐瞒些什么？我没有撒谎，我当时跟王小雪就是闹着玩的。闭嘴！难道你需要把视频现场公布吗？不可能，那个包厢根本就没有摄像头。所以你是选了一个没有监控视频的包厢。我乐意。那这个视频你怎么解释？上面记录得清清楚楚，当时是你把他推倒的。你以为你做的天衣无缝了？你以为你用这些龌龊的手段就能掩盖一切吗？错！我告诉你，人在做，天在看，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你机关算尽，就没算到你的所作所为被另外一个女孩用视频记录下来。不可能！你撒谎！我检查过他们的手机，根本就没有录像。是吗？那需要打开这个视频看一眼。诸位，这个视频里面清清楚楚地记载了李毅拿刀把王小雪逼到了墙角，他不小心把刀捅向了王小雪，为了掩埋真相，他不惜把这件事情嫁祸在我送外卖的儿子身上，这就是真相。大婶，你编个故事，好歹也编得像样一点。你看了哪门子的视频啊？怎么现在不承认？我当然不认了，因为我根本就没有用刀，而且也不是用了刀捅的他，是他撞到了桌角。所以说，你承认了，是你杀了人。我操，给露馅了！好啊，原来这才是真正的杀人凶手，谁敢说谁？也能可真相，把我都给骗过去了。你这个杀人犯还有什么好说的？就杀人偿命，就杀人偿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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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人偿命。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我儿子没杀人，我儿子没杀人。妈，我没有杀人，是他，是这小人杀的。妈，我不想坐牢，我不想死，妈救我！我求求你，求求你放我儿子，他是个孩子，我求求你们，我求求你们！闭嘴！我们给你机会，谁给受害者机会？草菅人命，还想要嫁祸给其他人，如此卑劣的情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严惩真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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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惩真凶！求求你放过他，求求你们放过他，他是个孩子。我给你机会，杀我女儿的命！你还我女儿的命！孙秋兰，到现在还执迷不悟，真正不给你儿子机会的不是我们，而是你这个当妈的。如果一开始你就带他去自首，一切都还有挽回的余地。可现在你自作聪明，一步步把他推向了深渊，真正的罪魁祸首是你。儿子，什么孩
你啊，是妈害了你啊！连城哥兄，连城哥兄，连城哥兄，连城哥兄。王律师，你想去哪？张教授都是搞法律的，行好，给个机会吧。放屁！姓王的，你给我听好了，作为一名律师，存在的意义就是维护法律的公平公正。你居然为了一己私利，违背良心，违背道德，违背法律，罪责难逃。你是亲手毁了你自己。本法庭宣布，被告人郑小涛无罪，已当庭释放。对于李毅、孙秋楠、陈国民等人执行正式逮捕，并择期审判。会庭。周女士您好，通过您的努力，终于让您的儿子沉冤昭雪了。请问你有什么想说的吗？我相信，法律也许会迟到，但永不会缺席。好，儿子，走回家，妈给做好吃的。